好，所以各位仔细听，今天的第一句话是：我要在座的所有的学员，包括网络电视台所有的赛斯家族，好，给我听仔细了哈，听仔细了。我要你们每个人从今天开始，确定你在你的家人，包括父母、兄弟姐妹、朋友，确定你在他们的心目中你是被爱的、有价值的、被接纳的。因为这东西你不确定，你一辈子开始玩游戏了。我够好吗？我会被取代吗？我可以不工作吗？各位听懂没有？你一辈子在玩游戏了，包含生病，包含生病，因为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不安全感，因为我不确定我在你的心目中我是否是被爱的、被接纳的、有价值的，我不确定。可是各位，人不能活在不确定，人永远想要知道，是吗？你爱我吗？你以我为荣吗？你真的当我是朋友吗？好，后来我跟那个学员说，为什么你从来不确定在别人心目中你是有价值的，你是被爱的，你是被肯定的？因为在你自己的心目中，你从来没有真的认可过你自己。在你自己的心目中，你从来没有真的肯定你自己，确定你的价值，所以你老是要用别人的心目中，别人是不是爱你了？是不是不能没有你？是不是对你有冷嘲热讽了？或者是不是对你有排斥的、不在乎你的言行？终于印证了你自己心目中的假设。你看，我果然是没有价值的，我果然是没有用的，我果然在他心目中他是不在乎我的，因为在你自己的心目中，你没有真的在乎过你自己。各位，你明白我意思？好，所以各位，我这是命令各位了，我就是命令了，我命令你们每一个人转变你们的核心信念。各位，我说的是命令，我命令你们每个人转变你们的核心信念。怎么转变？打从你的内心，你真的认可你自己，认可你自己的价值，认可你是被关心的、被在乎的，是不被抛弃的，也认可你在别人的心目中，你在你的先生、太太、你的亲人的心目中，你不要再去 testing 了。各位，你不用再用你的疾病去测试你是不是被爱，你不用再用你的成就献给你的父母亲。皇上，好，贡礼来了。各位，你不用在你父母亲面前报喜不报忧了，你不用用你的成就来显扬你的父母亲。各位，那个显扬其实有时候只是在弥补父母亲过去的自卑而已啊！你了解我的意思？你是透过你的成就，让你父母亲觉得有面子、有光荣，他不是那么自卑而已啊！各位，我们不断在讨好，在讨爱。你为什么要讨好？因为你没有安全感，你不确定，你不确定，一辈子都在讨好，一辈子你从来不敢做你自己，你在讨好。各位明白我的意思？好，所以在你们自己的心目中，在你周遭的人的心目中，请你确定这一点，而且要当成信仰。各位，我说的是信仰，这就是信仰。好，这一点你们如果按照我说的去做了，各位，我跟你们保证，将来你们有很多你不需要生的病，你不需要玩的游戏，你不需要做的讨好，你不需要做的 testing 测验测试。你的孩子是不是真的在乎你？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？你的父母亲有没有真的在乎你、关心你？而你对这件事情，你认为理所当然？好，各位仔细听，这是第一个部分要跟大家讲的。第二部分，各位，好，我不管过去你们的生命经验，现在请你建立核心信念。你在人类的世界里面，你在地球的世界里面，请相信你是平安的，请确信你在所有人类的心目中你是被在乎的，你是被用善意对待的。请确定你的人生，各位，请回到赛斯心法，确定你这个人、你的存在、你的生命、你的身心灵，是在一切万有的能量当中被恩宠的。请确定这一点，
请确定你的人生是朝向幸福的，请确定你这一辈子所有你需要的是被宇宙的造物主所眷顾的，请确定所有你需要的，所有你渴求的是会被听见的，而且是会被眷顾的。各位，请你确定这一点，请你确定你在这个世界上，在宇宙的笼罩之下，你是有福的。各位，这一点我强调10000遍也不为过，因为这就是现代人类99.99%的人类迷失的。各位，这个代表什么？我不安全，我没有赚到足够的钱，我不安全。台湾经济不好，我不安全，我担心我孩子的未来。好，各位，今天我跟一个妈妈讲，我说这个小明的妈妈，我跟你说哦，你不是妈妈哦，你是看护哦。看护我是妈妈，怎么叫我看护？我说你不但是看护，你还是养母而已哦。我说许是，我真的是亲生妈妈，我怎么会是养母？我说对，你当然是养母，你不但是养母，你还是看护。他说什么意思？我说你是替老天养这个孩子，这是天公伯的囡仔啦，你的囡仔不是你的啦，听懂了没有？各位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啦，你也不是你爸妈的孩子啦，你的爸妈是看护啦，是养父母啦。什么养父母？代替老天养这个孩子的养父母啦。各位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。好，虽然在世俗上他是你的妈妈没有错，可是他是养母。各位明白吗？每一个孩子直接属于老天，是老天的眷顾。如果你不确定你在老天爷的心目中你是被爱的，你不要混下去了。各位明白了没有？这就是现代人失落的价值观、失落的生命观、失落的信仰、失落的信仰。好，所以仔细听，我希望你们每个人把这个信仰找回来。什么信仰？你在老天爷的心目中，你是被眷顾的，你是被在乎的，你是被爱的，你不是被遗弃的。在老天爷的心目中，不论你多烂，你都有价值。各位，现在人类真的很可怜，活在恐惧中、不安中，有没有？好，今天好像一个学员告诉我，什么每5个大学生有一个忧郁症，一个忧郁。各位，我们不确定在天地之间，在人类的社会里面，在宇宙当中，我们是受到恩宠的。我们对于我们在宇宙的能量当中，我们是被恩宠的、被祝福的、被爱的、被给予能量协助的，我们根本不确定，且根本没有信心。各位，就好像我刚才讲那个同学一样，他在他的朋友的心目中，他是被爱的、被关心的、被在乎的，没有信心，于是他会找所有的证据证明他的朋友是不在乎他的，于是折磨自己也折磨对方。好，所以赛斯家族，各位仔细听，如果我再定义一次，什么是赛斯家族？你对于你是被造物主所恩宠的，你是有福的，你在地球上行走，你是被眷顾的，请你开始建立这个信念。而且我要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互相提醒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们绝对要记住这件事，而且一定要互相提醒，因为你一下子就容易忘记了。好，所以如果各位问我赛斯心法到底在这个世界要推广什么概念，就是让人类重新回到他感受到他是受到恩宠的。各位，而且我要你们建立信念，你是被命运眷顾的，你的活着是被祝福的，你的困难是被看见的，你遇到的危险不安，事实上是可以去面对的。好，你必须让自己真的活在平安中。你看我们多少的不安，我这样可以吗？我这样病会好吗？我这样未来能活下去吗？有没有？我这样将来找得到工作吗？我的孩子能毕业吗？对不对？我未来我能怎么样吗？各位，我们整个人活在一个危险不安的心境当中。好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。好，所以赛斯心法要各位回到你是受恩宠的，好不好？